18日下午3點03分，內蒙古包頭市九原區爾賈亥村一聲巨響撕裂天際，這不是鞭炮聲，不是建築物倒塌聲，而是足以讓大地震顫的爆炸轟鳴，持續足足5秒，把周邊幾公里的人都驚得頭皮發麻。正在辦公室工作的陳夢只覺得一陣強烈的衝擊波貼着耳朵炸開，伴隨而來的是地震般的晃動。他腦子裡第一反應，要麼地震了，要麼就是油罐車炸了，太嚇人了。還沒等陳夢從震驚中緩過神，第二聲巨響接踵而至，而且明顯更近。後來他才知道，爆炸源頭是在2公里外的包鋼股份控股子公司內蒙古包鋼稀土鋼板材有限責任公司，厂裡一個650立方米的饱和水蒸气球罐徹底解體，巨大的罐體被冲擊力掀上高空，最終重重砸落在距離他辦公樓僅10米的廢鐵回收小院裡。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據陳夢回憶，事發後他僵在原地20分鐘不敢動，誰也不知道還會不會再炸。一開始根本不敢出去看，直到確認沒有自身危險，他才敢走出辦公樓。眼前的景象讓他背後發涼，原本完好的2層小樓被砸得粉碎。瓦礫堆裡嵌着一個龐然大物，人站在旁邊顯得格外渺小。罐體上還帶着法蘭部件，常年和設備打交道的陳夢一眼就認出，這是用來觀察罐內物料情況的部件，大概率是球罐的上半部分被炸飛了過來。現場視頻顯示，爆炸後白色蘑菇雲直衝天際，方圓數公里都清晰可見。有網友恰好拍到罐體騰空飛起的瞬間，速度快得像炮彈。萬幸的是，罐體墜落時小院裡沒人，收鐵人員發視頻感慨院子毀了，但沒人傷亡已是天大的幸運。而陳夢所在的辦公樓也未能幸免，一塊大玻璃整塊碎裂，旁邊2塊小玻璃布滿裂痕，樓上不少設施被震壞。先後來了3波人，有相關部門的，也有廠子的，過來查看損失情況。一想到當時的場景，陳夢就一陣後怕，那罐體好幾噸重，要是再往我們這邊偏3-5米，砸到辦公樓，後果不堪設想，我們這棟樓的人都得遭殃。大約1小時後，他嘗試靠近爆炸廠區，沿途全是警察和消防人員，廠區周圍已經拉起圍擋，現場封鎖得嚴嚴實實。而在內蒙古包鋼醫院，急診室早已忙作一團，傷者被陸續送進來，家屬們在走廊裡焦急地踱步，四處打聽失聯親人的消息。醫院工作人員坦言，當天急診量激增，全院都在超負荷運轉。這場爆炸的威力遠超想象，不僅波及周邊企業和居民區，連5公里外的鐵路線都未能幸免。一個工廠閥門被爆炸衝擊力掀飛，正好落在鐵軌上，導致途經包頭的列車大面積停滯晚點。據附近村民介紹，全村500-600戶人家，差不多70-80戶的房屋玻璃被震碎。事後大家都忙着去市場重新安裝玻璃，家家戶戶都透着一股狼狽。截至1月21日，此次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遇難，84人受傷。目前所有在院伤员生命体徵平穩，公安機關已依法對相關企業責任人採取措施。國務院安委會也決定對該起事故查處實行掛牌督辦，追責調查正在深入推進。不過，比起不斷更新的傷亡數字，更讓人寒心的是这起事故背後的重重隱患。了解包鋼的人都知道，這早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安全事故。根據應急管理部2022年9月的通報，2016年至2022年間，包鋼股份就發生了20起生產安全事故，造成28人死亡。僅2022年前9個月就接連發生5起事故，其中1起脫硫脫硝系統火災事故就奪走了7條生命。當時應急管理部就明確指出，包鋼集團為系統分析事故多發原因，整改措施都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舉措，對下屬企業管控鬆懈，對外包方管理更是形同虛設。更諷刺的是，就在爆炸發生前2天，1月16日，包鋼集團安委會還剛開完2026年第一次擴大會議，公司主要負責人在會上拍着桌子強調，要深刻認識安全形勢，聚焦突出問題，開展隱患排查治理。而往前追溯9天，涉事的稀土鋼板材公司也剛因為未採取措施消除事故隱患，被包頭市應急管理局處以3萬元罰款。一邊是高調開安全大會，一邊是隱患未除就被罰。
轉頭就發生驚天爆炸，這哪裡是重視安全，分明是把安全當口號，把整改當走過場。有業內人士分析，爆炸大概率是罐內蒸汽壓力過大所致，也可能存在工程質量或設備老化問題。從事化工行業的陳夢也推測，應該是罐內壓力失控，導致罐體崩裂了。上海防災救災研究所副所長韓鑫也指出，球罐若本身存在裂紋、腐蚀、焊接缺陷等問題，在長期高溫高壓運行下，缺陷會逐漸擴大，最終導致罐體破裂爆炸。業務機故障或人工監控缺失也可能引發風險。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涉事的包鋼板材廠近年來深陷虧損泥潭。2024年淨利潤巨虧13.06億元，2025年上半年仍虧損4.91億元。公司財報中反覆強調極致降本增效。小編猜測，或許正是這種急於降本的心態，讓安全投入被一再壓縮，設備該換不換，隱患該除不除，最終釀成了悲劇。首先要明確一點，網上流傳的有人故意下黑手的說法，目前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純屬主觀猜測。從官方通報和業內分析來看，這起事故更可能是設備老化、維護不當、安全管理疏漏等多重因素疊加導致的安全責任事故，和所謂的產業打壓毫無關係。大家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猜測，核心還是因為包鋼在稀土產業中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此次爆炸的涉事主體稀土鋼板材廠，承載着我國稀土鋼產業的重要產能。可能很多朋友對稀土鋼不太了解，小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稀土鋼是添加了鑭、鍶等稀土元素的特種鋼材，稀土含量通常在0.001%至0.004%之間。別看含量低，作用卻極大。通過在鍛鍊過程中加入稀土元素，能實現淨化鋼液、變性夾雜物、微合金化3大功效，讓鋼材的耐腐蝕性、耐磨性和力學性能大幅提升，是名副其實的高端鋼材。這種鋼材的應用場景全是大國重器領域，高鐵軌鋼、風電柱軸、海洋工程裝備，甚至軍工裝備都離不開它。比如雅魯藏布江水電站這樣的超級工程，就曾採用包鋼生產的稀土鋼，用量達6.2萬噸，憑借超強的強度和耐腐蝕性，保障工程安全運行。近年來，包鋼更是把稀土鋼作為戰略重點，確定了優質精品鋼加系列稀土鋼的產品結構調整方案，產量持續攀升。2025年上半年，包鋼稀土鋼新材料產量達101.71萬噸，創同期新高。前3季度產量同比再增8.28%，繼續刷新紀錄。不僅如此，包鋼還聯合知名車企研發出6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稀土高端汽車版產品，不斷拓展稀土鋼的應用邊界。從行業格局來看，目前國內能生產稀土鋼的企業不多，除了包鋼股份，還有合鋼、河南鋼鐵、中信特鋼等。但包鋼的產量和技術實力都是行業領先的。就在不久前，中鋼協還專門成立了稀土鋼應用推廣工作組，由包鋼股份擔任工程裝備用稀土鋼工作組組長單位，牽頭推動稀土鋼技術創新和規模化應用，足以見得包鋼在這一領域的行業地位。目前，包鋼已明確表示，事故將影響相關產線生產，雖然具體損失還在評估，但短期內稀土鋼的產能釋放必然會受波及。蘭格鋼鐵網研究中心副主任葛鑫分析，包鋼事故大概率會引發整個鋼鐵行業乃至相關原料行業的安全大檢查，短期內可能導致鋼企高爐開工率下降，甚至波及焦煤產量，從而對鋼材價格形成一定支撐。不過從長期來看，2026年國內鋼材市場仍受地產拖累和出口下滑影響，供需矛盾依然存在，鋼材價格整體會呈現震盪走勢，震盪幅度較2025年會有所收窄，但價格重心仍有下行壓力。不過小編覺得，比起對市場的短期影響，這次事故更該給整個重工業敲響警鐘，安全從來不是成本，而是底線。技術再先進，產能再龐大，沒有安全作為支撐，一切都是空談。包鋼作為共和國工業化的奠基者，是國家“15”期間重點建設的156個項目之一，如今已發展成資產總額超2200億元，擁有5.1萬名在崗職工的產業巨無霸，承載着幾代人的工業記憶。
但榮譽和規模不能成為安全管理的免罪金牌。7年20起事故，28條人命，再加上這次的爆炸，一次次慘痛的教訓都在提醒我們，形式主義整改救不了人，壓縮安全投入換不來效益，唯有把安全責任落到實處，把隱患排查做到位，才能守住每一位勞動者的生命底線。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